我妈信奉苦难教育，她对佣人的儿子呵护备至，母爱如山，却要我从小做最苦最累的活，美其名曰要让我在逆境中奋发图强。后来我死在了18岁那个寒冬，衣不蔽体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他来到我的墓碑前，眼眶通红的感慨：果然，下等人教育不出优秀的孩子。我给你了高贵的血液，为什么你要自甘下贱呢？重生后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眼中的下贱人本该拥有怎样的人生。啪的一声清脆声响，我的脸被抽到偏向一边，耳膜震动，脑袋也嗡嗡作响，耳边是陆青云极声厉色的训斥：小小年纪就这么不知廉耻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捂着刺痛的脸颊，抬头打量周围的一切，猛地意识到自己重生回到了18岁陆青云诬陷我偷珍珠项链这天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位高高在上的林夫人是我的生母，我努力辩解没有偷东西，她却说我嘴硬，把我关在储藏室面壁思过。果然，多吃点苦头，你才能学好。为了惩罚我，她勒令我休学半年，等半年后我再走进教室，即便日夜苦读也跟不上其他同学的进度，成了班级里的吊尾车。他好心的送我进贵族学院，我无数次想退学都被他阻拦下来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是为了他好。后来我死在了18岁那个寒冬，衣不蔽体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他一脸慈悲地出现在我的墓碑前，那时候我才知道他竟然是我的亲生母亲。一边推我入绝境，一边怨我不够坚强。他命令人把我墓碑上的照片销毁，义正辞严道：能教育出那样自甘堕落的女儿，当妈的想必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只因他的一句话，我的养母被赶了出去，没人敢聘用，最后冻死在桥洞下。思绪回笼，此刻陆青云已经命令管家把我关进储藏室。我的养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她又聋又哑，着急的用手比划。圆圆是个好孩子，她不会偷东西的。陆青云只是轻飘飘瞥了他一眼。惯子如杀子，今天我就替你好好管教孩子。养母听不见，只弓着腰拼命给他磕头。我只是个女孩，即便反抗也无用，轻而易举被管家扭送进了储藏室。储藏室阴凉潮湿，寒气逼人，我站在里面浑身发冷。外面陆青云慢悠悠叹气：小惩大戒，希望他能改了坏毛病吧。夫人心善宽厚，要放在别人家里，早就把这丫头送进去了。我也不想她年纪轻轻就留下案底。陆青云悲悯的笑声透过门板传了进来。一队警察破门而入时，陆青云正在和管家说笑。陆青云脸上的笑容几乎维持不住。他偷了我的项链，我只不过稍微惩罚他一下而已。你有什么权利惩罚别人？要不要我这警察让你来当？陆青云面色难看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也不能践踏法律。陆青云咬定我偷了珍珠项链，我当然不承认。巧合的是，别墅的所有监控都坏了。不巧的是，警察化验了那串项链，上面只有陆青云的指纹，并没有我的。陆夫人，这件事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路过我身旁时，陆青云突然停下脚步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才18岁就这么有心机，以后必定是个祸害。警察走后，养母呜咽着把我抱进怀里。上辈子她知道我被关进冷冻室后，哭着哀求陆青云放我出来，但陆青云根本没把一个聋哑人放在眼里。我是在帮你教育女儿，难道你希望她以后也和你一样，一辈子当个佣人？陆青云又同样和颜悦色地威胁我。你妈又聋又哑还瘸腿，要是被陆家赶出去，恐怕第2天就要饿街头了。一个是没读过书的怯懦乡下人，一个是刚成年的单纯愚钝的黄毛丫头。那晚养母抱紧我说她要努力攒钱供我读好大学，我也用力回抱住她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。我们就这样被陆青云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直到重生到现在，我还在恍惚，世界上真的有陆青云这样畸形的母亲吗？我把手机还给养母，她满头大汗的比划，担心陆家会不会报复我，我会不会被警察抓走。放心吧，妈，陆家不仅不会报复，还会好好优待我们。陆家的公司以慈善闻名，因为聘用了不少残疾人员工而广受赞誉。公司正打算上市，闹出总裁夫人苛待残疾佣人的新闻传出去太难听。在我的推动下，养母签了谅解书，陆青云才终于被放出公安局。并不是我心软，陆家有权有势，有无数种方法逼养母妥协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示弱之时见好就收，否则闹大了，损失更多的只会是我。我见到了陆青云的丈夫谢薇，他扫了我一眼。这件事是我们有失妥当，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。他看起来很正派，但眼底的轻蔑与不耐烦同样没有掩藏。
而跟在他身后的谢燕则更加傲慢。爸，你跟他们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就是为了讹钱吗？谢燕比我大2岁，在血缘关系上是我的亲哥哥，他是人人夸赞的绅士公子哥，却在别人欺负我时在一旁纵容的笑。我妈让我把你当妹妹照顾，可是你配吗？一个佣人生的女儿，有什么资格当我谢爷的妹妹？我忘不了他作弊上官的恶劣与讥讽，所以即便重生，我也没打算在此刻揭开秘密。陆青云亲手改写了我人生的起点，那么我这辈子就只做他们口中低贱庸人的女儿，命运如何，皆由我自己说了算。我带养母去医院体检，上辈子她在我高3时查出癌症，为了给我攒上大学的费用，她拒绝手术。等我高考完，才从陆青云的口中得知这件事。癌症扩散到肝脏，再手术已经来不及了。10几年没出现的养父突然出现，抢走了养母攒下的所有钱。我本来打算休学1年，打工赚钱给养母治病，等养母病情稳定再去上大学。养母不想拖累我，一时急火攻心晕倒，住进重症监护，高额治疗费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一天打3份工，日夜奔波，最终体力不支累垮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看着体检报告上一切正常的结论，我揉了把酸涩的眼睛，抱住了养母。她心疼的直叹气。我就说我没事吧，非要来体检，浪费了好多钱。这些钱都是要攒给圆圆以后上学结婚的嫁妆，不能乱花。他手忙脚乱的比划，严肃的教育我。走出医院的时候，却在门口买了个大大的烤红薯给我。吃吧，知道你嘴馋，妈妈不吃，你快趁热吃。夫人不喜欢红薯味儿，咱们吃完了再回去。冬日的阳光暖暖的，我坐在他用帆布袋垫着的石阶上，一口一口吃完了人生中最美味的红薯。回到别墅后，陆青云果然在等着我们。他一身旗袍，高贵优雅地坐在沙发前。圆圆回来了。他笑得温柔，似乎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都没有发生过。养母拘谨地拉着我站在一旁，陆青云却招手让我过去。我打算办场宴会，圆圆快来看看，这是给你挑的礼服，喜不喜欢？宴会，想到了上辈子的回忆，我在心里冷笑。不用了，夫人。陆青云被人捧惯了，听到被拒绝，下意识便要发火，但不知顾及什么，他又笑了。圆圆害羞，谢燕，你把礼服给你圆圆妹妹送过去吧。谢燕臭着脸敲响了我的房门，看着被他随手扔到门口的礼盒，我毫不犹豫地踢回他的脚边。我只是个佣人的女儿，没资格参加宴会。谢燕哼了一声，算你识趣，手小丫穿上礼服也变不成天鹅。熟悉的话蓦地让我想起上辈子，我穿上了陆青云给的礼服，怯怯地缩在宴会的角落。那些人也是这么高高在上点评我的。有人问陆青云为什么让一个佣人的女儿参加宴会，陆青云失望地蹙起眉头。我看他平时很喜欢和谢燕他们那些男孩子玩，所以才让他过来，没想到这么上不了台面。我哪里是喜欢和谢燕玩呢？分明是他总用各种理由让我去找谢燕。我找谢燕的次数越多，谢燕就越讨厌我。这次我没参加宴会，安安静静地坐在房间，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，我心一动，打开门后果真看到了谢宇的脸，他眉眼含笑，端着小蛋糕和水果。这个很好吃，我刚刚替你尝过了。面对谢宇，我的心情很复杂，是陆青云交换了我和谢宇的人生，所以我并不讨厌谢宇，相反，谢宇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人。可他是养母的亲生儿子，我不知道该不该把真相说出来，也不知道真相带给他们的会不会是一场更大的伤害。毕竟他现在过的是养尊处优的少爷生活，他舍得放弃吗？上辈子我也只活到18岁，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还是太难。谢宇，我犹豫的开口，还没说完，身后响起谢燕的冷嘲热讽。我说最近怎么敢对我甩脸子呢？原来是想勾搭我弟弟。谢燕把谢宇扯到身后，一脸警惕的睨着我。谢宇正开，哥，你别总这么大敌意。圆圆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妹妹啊。谢燕微抬下巴，语气不屑。我的亲妹妹，我当然会捧着哄着还来不及。可她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当我妹妹？他喊来管家，强硬拽走谢宇，鄙夷看向我。以后少看霸道总裁和穷姑娘亲嘴的小说。我们谢家的门槛你一辈子也攀不上。他的眼神像在看自不量力的蝼蚁，真的很可笑。哪怕上辈子我什么都没做，到死谢燕都认为我一心想攀龙附会。在他根深蒂固的思维里，似乎贫穷的女人只有依附有钱男人才能改变命运。你满脑子就只剩下3路那档子事儿了吧？我啪的一声甩上。拥有良好教养的谢大少爷做不出砸门的举动，在门外暴躁地捶了几拳头，又恶声恶气警告了几句才离开。我没参加宴会，陆
陆青云自然没有办法像上辈子那样在众人面前诋毁我。谢燕怕极了我会勾搭他们兄弟，哪怕谢宇回到了寄宿学校，他还要时不时来警告我一番。比起上辈子，幸运的是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学习。陆青云看不惯我每日埋头学习，他趁养母不在时喊我出来帮忙干活，面目慈爱地叮嘱我：女孩子还是要贤惠点才行，连拖地都不会吗？以后岂不是要被人笑话？我握着温热的笔，回头朝他笑。陆夫人，您确定吗？要不要警察叔叔再找你聊聊天？听见我提起警察，他笑容一僵，半晌缓缓摇头，眼里尽是失望。圆圆，这些年阿姨对你不好吗？你就这个态度？我懒得理会，低头继续写未完成的试卷。被忽视的彻底，陆青云伏在门框上的手几乎捏得变形。小小年纪就牙尖嘴利，看来是在学校里被教坏。我依旧自顾自地学习。很快到了考试这一天，我把橡皮擦、考试用笔装进备考袋，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。陆青云一大家子正在用早餐，他笑着提议让司机送我，我说不用。等走到院子外，我才明白他笑容里的深意。我的自行车轮胎被扎破了，谢燕双臂环胸，高高在上的语气开口道：喂，我妈让我送你去考场，快点过来。目光上移，是陆青云慈爱的笑容。我攥紧书包带，弯腰上了车。跑车开过盘山公路，朝着离考点背道而驰的方向飞速前进。什么意思？我问。谢燕扯了扯嘴角，偏头看我。装什么爱学习呢？考试对你有那么重要吗？你那么想攀高枝，我今天正好可以给你介绍几个。他话没说完，脖子处已经抵着支钢笔。现在掉头去考场。去考场，去考场！一路车速飞快，到了考点，我收回钢笔，然后慢条斯理收进书包。谢燕摸了摸脖子，又惊又怒：方圆圆，你有病吧？被绑架了，难道还不许我正当防卫吗？我笑了一声，扔给他一枚创可贴。反正我烂命一条，但谢大少爷可就不一定了。考完试记得来接我，否则我不敢保证一个疯子还会做出点什么。谢燕捂着脖子往车子里缩了缩，有一种既震惊又陌生的眼神看向我。方圆圆，你他妈就是个疯子！他没再提报警，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书包往肩膀一甩，走进考场。上辈子我唯唯诺诺，换来的是谢燕的轻蔑和欺凌。现在我随时随地发疯，反倒让他有了忌惮。这世界真奇妙，横的怕疯的，疯的怕不要命的，我就是那个不要命的。谢燕铁青着脸接送我考试，考完回到谢家，看到我和谢燕一同走进来，正在喝茶的陆青云脸色一变。阿言，你送圆圆考完试了？不是你让我送她的吗？谢燕臭着脸上了楼，她自尊心太强，被一个比她小2岁的女生掣肘，让她觉得丢脸，所以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告诉陆青云真相。利用谢燕这一点，反倒给我提供了不少便利。在谢燕那边吃了瘪，陆青云的脸色霎时间变得难看，他勉强挤出了笑容，问：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和阿言这么要好呢。啊，这个嘛，我羞涩一笑。谢燕哥哥对我很好啊，同学还说我和他很有夫妻相呢。陆青云的手抖了抖，手中的茶盏差点摔了下来。我暗自欣赏着他明明慌乱却故作镇定的模样，果然还是发疯让人心情愉悦。其实我和谢燕长得并不像，认真来说，我长得既不像陆青云，也不像谢薇。比如他们夫妻2人都是单眼皮，我的眼睛却又大又双。如果不是上辈子陆青云在我的墓前亲口承认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联想到自己是他的女儿。在我对身世产生怀疑时，陆青云已经调整好了表情，他不赞同的摇摇头。我虽然让你和阿言多接触，但你毕竟出身差，又是个女孩子，还是要注意分寸，否则别人会说你没有教养。我哦了一声，天真的仰起头。谁说我没有教养？夫人你吗？夫人看起来这么温柔，原来也喜欢在别人背后嚼舌根子。夫人看起来这么温柔，原来也喜欢在别人背后嚼舌根子。陆青云端着一副贵妇仪态，脸却气得涨红，瞪着我说不出来一个字。我回到房间，继续复习高中知识。隔天，谢燕就被陆青云送去了国外。没有谢燕的刁难，我的日子过得更加轻松，考试成绩也准时揭晓，我考了第1名。谢家用晚餐时，谢薇专门请我过去了一趟，目光在我身上清扫一圈后，点了点头。我在新闻上看到了，考得不错，
比谢旭还多10分。陆青云抓着餐刀的手紧了紧。考了第一也不能骄傲，大学的知识点可不是你光靠死记硬背就能拿第一的。不过这次你超常发挥，阿姨还是要奖励你的。看清他眼底隐藏的算计，我冷笑着垂下目光。上辈子发生的那件事，终于还是让我等到了。陆青云无比关切地开口：“我跟隔壁邻居樊先生打好招呼了，让他顺路多照看你。毕竟你一个女孩子，上下学在家学习，我也放心些。”因为他一句话，上辈子我的人生从深渊跌进地狱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抬起头，笑盈盈看向陆青云：“好啊，谢谢夫人。”于是住在谢家隔壁的樊英才便以邻居的名义频繁出现在我身边。他总是装作偶遇，我不动声色，任由他跟着，默默记下每一个时间，每一个地点。这天傍晚，我从学校回家，刚走到谢家别墅附近，樊英才又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。我猛地转身，左右开弓2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，然后尖叫着往谢家别墅里跑，直奔谢薇的书房。路上顺便扯乱了自己的头发。谢叔叔，救救我！谢叔叔，救救我！谢薇被浑身狼狈的我吓了一跳，又看到鼻青脸肿追在我身后的樊英才，他皱了皱眉。怎么回事？我还没开口，陆青云非常迅速的出现，一脸讶异。呀，圆圆这是怎么了？先生怎么受伤了？我蹲在地上哭得肩膀直颤。白人才跟踪我。他胡说！在陆青云和他隐晦的交换了一个眼神后，樊英才捂着受伤的脸，分明是方圆圆勾引我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难怪是佣人的女儿。谢薇看向我的眼神带了3分审视，我哭着摇头。我没有，他一直跟踪我，我都留了证据。这是他的手机，里面全是跟踪我的照片。我把樊英才的手机递给谢薇，他拧着么一张张翻阅，都是樊英才跟踪我时我走路学习的照片，视角猥琐又诡异。在他厉色的目光下，樊英才缩了缩脖子。陆青云拿下了手机。圆圆，樊老师固然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你自己反思过吗？你是个女孩子，明明知道他跟着你，还不躲不避。要说你没有别的心思，我是不信。剩下的傍晚，我不过是穿了最普通的衣服，在陆青云眼里却成了蓄意勾引。老公，你看照片里圆圆只是正常走路，她却故意往樊先生身边靠，说不定还很喜欢被人跟着的感觉。我就不该让邻居多照看她。下一秒，他的话突然顿住，因为他下意识往前滑动照片的举动，一张男女亲密照暴露在了谢薇的视线中。是陆青云和樊英才两人坐在房间的沙发上。这不是我，这照片是假的！他立刻大喊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手机被谢薇夺去。他一张张往前滑动，眉头越皱越深，有陆青云的单人照，也有和樊英才的合拍。他从谢薇手里拽出手机，这些照片肯定是你伪造的。我哭着掏出手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要报警。夫人，我们一起报警吧，他手机里肯定还有别的罪证，不能报警。陆青云瞬间慌了神，他又重复了一遍不能报警。在谢薇怀疑的视线中，他咬牙将樊英才的手机狠狠摔到地上，手机摔得稀巴烂，屏幕4分5裂。手机摔得稀巴烂，屏幕4分5裂。青云抱紧谢薇的胳膊，老公，你要相信我，圆圆年纪小，为了她的声誉考虑，还是别报警了吧。他又扭头，脸色僵硬地劝我，清者自清，这件事。我面无表情打断他的话，夫人，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的。陆青云脸色扭曲了一瞬，那副高贵淡然的面具终于撕开了一道裂缝。樊英才一脸懵逼瘫坐在地上，顶着鲜明的巴掌印大呼冤枉。谢薇沉默了很久，拨开陆青云的手，看向我，别报警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。好，我相信谢叔叔。别报警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。好，我相信谢叔叔。上辈子陆青云咬死是我主动勾引樊英才，他阻挠我报警，又好心删除所有照片，让我毫无证据。他说是为了防止事情传出去影响我的名誉，可没有过2天，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。陆青云轻飘飘道：“清者自清，你这么在意，不正说明你心虚吗？”而樊英才离开谢家后，又接着将魔爪伸向别的女孩，受害者坠入深渊，施暴者逍遥沉沦。所以这辈子我没有离开谢家，一直在等陆青云送上这个机会，以身为饵，方能瓮中捉鳖。次日，谢薇让我去她的书房。以身为饵，
方能瓮中捉鳖。次日，谢薇让我去他的书房。樊成才之前就有跟踪骚扰他人的前车，以后不会再出现在这附近，也找不到正经工作了。这是谢薇的保证。我点了点头，他叹了口气。我知道青莲一向不喜欢你，但她是我的妻子，也是谢家的女主人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深究了。你想要什么，我尽量满足。谢薇掌管着偌大的公司，何其敏感，但他不愿追究，他不需要我的原谅，他只需要用他的钱和权堵住我的嘴也好。合作愉快，谢总。从书房走出来时，我已经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。当晚，我就和养母搬离了谢家别墅。从书房走出来时，我已经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。当晚，我就和养母搬离了谢家别墅。大学正对面的一家门面房以及一套精装修学区房归我了。养母开了个馄饨店，起先她还担心在学校门口做生意会让我被同学们瞧不起。我告诉她不用担心，同学们都很友好，不友好的同学我不会邀请他们来店里吃泡泡馄饨。养母见我搬出了谢家后变得活泼，她也跟着笑，笑着笑着又开始哭。如果早点带我搬出来就好了，都怪他没用。没开学前，我一直在馄饨店帮忙，没想到谢燕会纡尊降贵过来找我，当然还是为了陆青云。他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骂：“是不是你在家里和佣人们说我妈和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俊脸一阵黑红。是啊，我临走前一不小心透露出陆清禅和樊老师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。谢燕在馄饨摊前臭着张脸，既找不到形容词骂我，又不肯挪动脚步，影响生意。我问他：“你觉得你妈妈做错了吗？”当然没有。那么，我又做错了什么呢？我看着他微笑。我是受害者，我请问，我这个受害者做错了什么呢？谢燕半信半疑地回到了家，脑中不断回想着方圆圆的话。她说自己被偷拍，做错了什么呢？可是母亲分明告诉她，是方圆圆勾引家教老师，又伪造了那些照片污蔑她。可是母亲分明告诉她，是方圆圆的错，现在才觉得不对劲。如果我做错了，你父亲为什么要送我市中心的门面房呢？为什么你的母亲不报警呢？是啊，为什么不呢？谢燕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商场上杀伐果决，母亲虽然温柔，但也不是忍气吞声的性格。是他误会方圆圆了吗？谢燕有点恍惚，今天的方圆圆和以往怯懦的形象格外不一样。别墅里，佣人们正在收拾东西，谢燕眼尖的看到一堆略显熟悉的盒子。那些是什么？是从圆圆住的房间收拾出来的，她说都是垃圾，不要了。谢燕翻了翻，才知道是什么，是她从小到大送给方圆圆的礼物，她竟然像杂货一样全部堆在一块，连盒子上的丝带都没有拆。她难道不应该欣喜若狂地打包带走吗？明明每一次收礼物时，她都会露出甜蜜的笑容，对她说谢谢。原来她真的并不在意，这和谢燕印象中虚伪拜金的方圆圆南辕北辙。谢燕忽然想起馄饨摊前，在她一再警告下，方圆圆不耐烦地对她说了一句：“我从来没想过接近你，也没想过把你当哥哥，因为你根本不配。”佣人在一旁小心问：“少爷，那这些还要扔吗？”“扔，全都给我扔了。”谢燕没好气地开口。继心机虚伪后，谢燕又发现了方圆还是个不识好歹的小丫头，不把她当哥哥，呵呵，搞笑，就跟她谢燕上赶着要当她哥哥似的。她一个佣人的女儿，跟她站在一块都是抬举她了。陆青云知道我们开了家馄饨店后，很快便过来了。他带了保镖，穿着华贵，姿态雍容，和简陋的馄饨店格格不入。客人们纷纷围在店门口打量，我自顾自地给来用餐的同学端上馄饨。没想到这家馄饨店是你开的。他微微蹙眉，面向我的同学们笑道：“你们恐怕不清楚，圆圆的妈妈之前是我的保姆。圆圆，你什么时候再回谢家？你住的那间保姆房，我还给你留着呢。”他故意加重了佣人保姆几个词的语气，轻蔑的态度丝毫不遮掩。看来上回照骗的事的确让他肝火大动。养母局促不安地低着头。我的同桌仰头问陆青云：“你家里是不是很有钱呀？”谢家日化，你们总该知道吧？我丈夫的产业。同桌惊呼，然后一把抱住了我的胳膊，仰头星星眼：“圆圆，你妈妈在这么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，哎，好厉害！难怪做的泡泡馄饨那么好吃。”其他原本神色不安的同学也纷纷点头。是啊，方妈妈手艺超棒。而且阿姨手工也很巧，哎，她给我们做的端午香囊简直好看死了。似乎怕我养母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们腼腆又热烈地朝他竖起大拇指，一张张可爱的面庞点燃了馄饨店的气氛。陆青云气得几乎维持不住贵妇仪态。我指了指价格表：“3.5块1碗，
你吃的话不打折，要来一碗吗？他彻底黑了脸，一脸沉痛地盯着我。没想到离开谢家，你变得这么市侩。吃吗？不吃的话，请把空桌让出来。他被我噎了一下，周围目光如炬。他顿了顿，沉着脸带保镖离开。人做一件事总是有理由的。我从养母口中打听出了一件事：我出生前1年，谢薇时常一出差便是2、3个月。他出差的日子里，经常会有一个姓周的年轻男老师来家中，教导陆青云英文，并且陆青云还吩咐所有佣人，在周老师来家中的时候，不要喊他夫人，要喊他小姐。在陆青云怀孕后，两人似乎大吵了一架。此后，周老师再也没来过谢家别墅。这段时间里，别墅里的佣人也被陆青云换了一波，只留下同样怀孕的养母。养母只记得那位周老师是6中的老师，并不记得完整姓名。我心里有了大胆的猜测。我去6中拍了照片，养母对着照片辨认了很久，肯定道：“这就是周老师，原来是教物理的，难怪我朝着其他人的方向怎么也打听不到。”18年前，周元来到6中任教，1年后突然辞职，之后这10几年，他没有和学校任何人联系。养母已经记不清周元是什么时候离开谢家的，但按照大概的时间段推算，他是先辞职，然后和陆青云爆发了争吵，最后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。是什么样的争论呢？周元的老家在皖南，10几个小时的车程。我问谢宇有没有时间。我们学校周6日一般不让外出，但我成绩还不错，老师应该会同意我请假。他很快和我坐上火车，没问原因。周元的老家在靠山的小村子里，据村里人说，周元已经17年没有回家了，也没有和任何亲戚联系。他的母亲还健在，只不过得了老年痴呆，每日只知道痴痴地坐在门口等儿子回家。周元失踪10几年，为什么不报警呢？搞啥要报警哦？说不定是那孩子在外面混得不好，不敢回来呢。你看老太婆这样子，要晓得儿子失踪了，那不得难过的命都没了。周元的亲戚絮絮叨叨说了很多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周元失踪的事，但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：16年前，周元给母亲来过电话，说自己和初恋那个姑娘复合了，姑娘怀了孕，他打算辞职后回村办婚礼，然后在周边定居。搞不好是他又被甩了。周元亲戚念叨了一句：上大学时周元就被初恋甩过一次，原因是嫌他穷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村里人都没见过周元的女朋友，也没有照片。老娘亲在家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望望，我看周元也是丧了良心。他们说的声音格外大，而周元年迈的母亲自始至终坐在破旧的马扎上，目光直挺挺望向田间，那是进村唯一的路。回去的路上，谢宇似乎憋了很久，下车后才忍不住小声问：周元的初恋是不是我妈？我惊异于他超常的敏锐，我摇摇头，暂时没法下结论。谢宇，我直勾勾看向他的眼睛。我本来不想打扰你的生活，但是有些事必须弄清楚。我不想继续承受不知道哪天就降临到头上的迫害。谢宇沉默了很久，没再继续追问。或许是看到我一脸凝重，他反倒先笑了。没关系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。有些事儿，我也想弄明白。分别时，谢宇又恢复了往常的从容，朝我挥挥手。你别忘了学习，当心下次全市模拟考被我反超。开学到现在，我成绩从没掉下过前3。那你得加把劲儿了。我匿名寄了封信给谢燕，显示签收的第2天，我放学回家后，养母说今天谢燕来过家里，但坐了片刻便离开了。我去了趟卫生间，果然洗漱台上我的牙刷不见了。谢燕比我想象中还要急躁。我估算着时间，不到1个礼拜，谢燕来找我了。她盯着我的脸出神，眼神很复杂，一贯的厌恶里又多了别的情绪。见我朝她微笑，她方才回过神，冷冷地撇开目光。我是来通知你，下周可以去蓝峰学校报到，给你弄了个择校生名额。她施舍般的语气让人想笑。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方圆圆，你别不识好歹，那里的师资力量比这个公办学校不知道好多少倍。我平静地望着她。你觉得我这样的身份，在你那个捧高踩低的贵族学校里能活下去？有我在，谁敢欺负你？上辈子我遭受的一切全都拜你所赐。上辈子我遭受的一切全都拜你所赐。见我沉默，谢燕急忙保证：我肯定不会让别人欺负你。凭什么保证？为什么保证？就凭我是你。谢燕噤了声，烦躁地抓了把头发。是陆青鸾让你来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不对，你怎么可以直呼妈妈的名字？我打断他的话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就因为18年前他生下了我吗？
谢燕的神色出现了漫长的空白，她迟滞地看着我，你怎么似乎反应不过来。我微笑，掰开她的手，好心提醒她，因为那封信是我寄给你的。谢燕冲动易怒，是一面能完美观察陆青云的镜子。谢燕冲动易怒，是一面能完美观察陆青云的镜子。跟你谈不明白，你让陆青云来吧。那也是你妈妈。她对我做过的事儿，配让我喊她一声妈妈。谢燕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有些心虚，不过转眼又变得理直气壮起来。你又不是我爸的孩子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是让陆青云来吧。方圆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你亲哥，你就这个态度？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。你忘记了我上次和你说的了吗？谢燕的脸色惨白了2分，咬牙切齿地离开。当天下午我就见到了陆青云，他这次打扮得非常简约，也没有带保镖，只身一人约我在咖啡店包厢见面。他似乎还想端着贵妇仪态，但语气却止不住的着急，逼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我点了杯柠檬水，慢悠悠地啜着，在他越来越恼火的目光中放下了杯子。当然是有人告诉我的。是谁？保密。陆青云几乎控制不住摔杯子的冲动，但他还是忍了下来，装出一副伪善的模样，惺惺作态的让我想吐。你的出生是我的污点，如果被人知道你的存在，那我的家庭就全毁了。为了怕被谢薇发现出轨，他把女儿和佣人的儿子调换，将来若是不慎被谢薇察觉，他也可以推说是当年医院抱错了孩子，即便谢薇想找，也难如登天。只要孩子一天没被找回来，那他出轨的事就不会有第3个人知晓。圆圆，你能理解我的对吗？陆青云声泪俱下。况且这么多年我对你多好啊，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教育，没有我的悉心管教，你能有这么好的成绩吗？圆圆，你一定要保守住这个秘密，如果被谢薇知道了，她手段阴毒，不会放过你。他紧盯着我的眼神，怕错过我的任何反应。那我的亲生父亲是谁？他流着泪控诉。圆圆，你非要戳痛我的伤心事吗？那个魔鬼趁我喝醉了，强迫了我。任谁都能感受到他的痛恨与无助。我扶他起来，送他走出咖啡厅。他紧握我的手。圆圆，为了我们母女的安全，千万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谢薇会杀了你的，她真的会杀了你！我拍拍他的手，笑而不语。等他上了车，我才打开手机里的另一份亲子鉴定，上面显示我和谢薇的确是父女关系。所以，陆清君一直不知道吗？整整18年，他一直误以为我是他出轨的产物，所以才处处针对我。我没有给陆青云肯定的答复，这让他很不安。没过多久，我名义上的父亲回来了。消失了15年后，他大摇大摆地回来，一进门便将我养母推扫到地上。养母爬起来把我护在身后，方伟龙靠在凳子上剔牙，浑浊的眼珠子肆意打量。你们娘俩日子过得不错啊。他伸手找养母要钱，养母不给。我拉开馄饨摊收银的抽屉，有零有整，全放到了方伟龙的手上。方伟龙赖上我们，隔3差5便上门要钱，不给他便撒泼打滚砸馄饨摊，报警。他和养母没有离婚，他咬定是夫妻之间闹矛盾，警察也无可奈何。闹了几场，馄饨店不得不暂时关门，周围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。养母惴惴不安，想带着我转学去别的地方生活，好避开方伟龙。别怕，这是有人故意想赶走我们呢。我又给了方伟龙一笔钱，还带他去商场买了新衣服、新手机。他高兴地直喊亲闺女，亲眼看着他用上新手机，我不动声色道：听说有个姓周的老师18年前失踪，今天他的家人报案了，学校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周老师是被人杀了呢。方伟龙一开始还浑不在意，直到我提及了周元的名字和当年他在谢家兼职的往事，他的脸色顿时变了，眼底闪过一丝仓皇，转身便走。我打开手机，看着监控软件上不断刷新的电话信息记录，看来方伟龙是真的很着急。短短2分钟就给陆青云发了数十条短信，他找陆青云勒索2000万，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怎么能对他受到的威胁置之不理呢？我好心的帮他报了警。方伟龙在上飞机前被抓捕，而警察来到谢家时，陆青云正在和几个贵妇们喝下午茶，谈笑风生。陆青云，方伟龙指认你16年前杀害了6中物理教师周元。几个贵妇震惊地看向陆青云，他笑容短暂凝滞了一下，很快恢复如常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这是诽谤。可等我把16年前被他辞退的佣人们带到现场后，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脸色刷得白了下来。16年前，周元在与陆青云争执后失踪，不久后，方伟龙手握巨款出国，
陆青云眼高于顶，却主动将方伟龙的儿子报到自己名下。而在出国前，方伟龙是个建筑工人，负责六中图书馆的地基浇筑工作。世界上有这样巧合的事吗？警察走上前，据方伟龙交代，你杀了人，他负责抛尸。陆清环，请跟我走一趟吧。注意到站在门口的我，警察微微点头。还有你教唆方伟龙骚扰方圆圆及其母亲一案，我们也会调查清楚。陆青云彻底瘫坐在了椅子上。谢薇赶回来时，他已经被警察带走。谢家别墅乱哄哄一团，贵妇们追问谢薇是怎么回事。陆青云真的杀人了吗？又为什么要杀人呢？谢薇把所有人都赶了出去，独独留下了我。我把亲子鉴定报告拿了出来。谢薇疑惑地翻到最后，看清结论后猛地抬。这不可能！谢先生不信的话，可以亲自再做一份检测，我随时配合。谢薇立刻打电话安排鉴定机构上门，他给陆青云找了最顶尖的律师团队。但随着图书馆下周元尸体的发现，他的希望终成泡影。陆青云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方伟龙作为共犯同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关于调换彼此的孩子，陆青云一咬定他是被方伟龙逼迫的，但方伟龙却说自己从未让他调换自己的孩子。几天后的傍晚，谢薇过来了，看着养母忙前忙后为他倒茶的样子，他沉默许久。看着养母忙前忙后为他倒茶的样子，他沉默许久。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很委屈，但你完全可以先告诉我，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毕竟我是你的父亲。你知道因为你擅自报警，谢家损失了多少吗？我笑了。您会怎么处理呢？是为了公司名誉和前途保全妻子，让周元的死永远成为谜团，还是在报警前和陆青云分道扬镳，最大程度的保全自己的利益？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算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我就不再追究了。跟我回谢家吧，我会告诉所有人你是我谢薇的女儿。他看向我的目光严厉，带着几分欣赏与感慨。你和我理想中的女儿很像，聪明、勇敢。这些年你受到的委屈，我会补偿你的。聪明、勇敢。我想起上辈子，谢薇明知我是因为长期打3分工而累倒，却纵容陆青云散播我在外鬼混的谣言。在我死后，他又毫不犹豫将养母赶出谢家。他是怎么说来着？哼，我谢家虽然善待残疾人，但无法纵容方圆圆那种玷污谢家声誉的人存在。身为他的母亲，没有尽到教育他的责任，我们谢家也不需要你这样不负责任的佣人。养母哭着为我争辩，谢薇一身正气，懦弱，替我的死做了愚蠢。这样的人即便活着，也没有任何价值。言犹在耳，与眼前眼中透露些微慈爱的男人重合，许这辈子的我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，可我已经不需要了。谢先生，请回吧。听说谢薇撤回了为陆青云请的律师团队，大有放任他自生自灭的意思。我在一个阴雨天去探望陆青云，他穿着浴服，头发剪短，鬓角碎发一丝不苟别在耳后，体面的似乎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豪门太太。他看见我的第一眼，没有咒骂，没有怨恨，而是非常急切的让我快走。圆圆，谢薇只手遮天，你必须快点离开。如果他知道你是我周元的孩子，你真的会死的。可是为什么还在装呢？你明明知道我是谢薇的女儿。陆青云是何许人也？他能让谢薇相信谢宇是他们的儿子，信了16年，同时和2个男人纠缠后怀孕。陆青云是怎么笃定我一定是周元的女儿？仅仅凭着出生时的长相，能将杀人案掩埋16年的人，绝不会这么武断。这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抛弃和丈夫的孩子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抛弃和丈夫的孩子。她恨谢薇，或者说恨谢薇拆散了她和周元。我故意装出十分欢喜的模样。爸爸说要接我回谢家，要把10几年亏欠我的都弥补回来。还有哥哥也很喜欢我，他说他不出国了，要陪着我长大。在我的憧憬声中，陆青云爆发了尖锐的嘶喊，似乎想隔着玻璃抓烂我的脸。贱人，贱人！我早就应该掐死你！哪怕被软的狱警控制住身体，他依旧扭曲着想要攻击我。你恨我，恨我是谢薇的女儿，不对，你恨我不是你和周元的孩子。陆青云忽然停下了挣扎，他慢慢跌坐在地上，眼里是刻骨的怨毒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盼了那么久和他的孩子，为什么你偏偏是谢薇的女儿？是你亲手杀了周元。我冷漠提醒他。是啊，我杀了他。陆青云双手捂住脸，肩膀无助地颤抖。可是我爱他，我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他不能乖乖留在我身边呢？
狱警提时间到了醒我看视时间到了，我起身往外走。陆青云在身后尖锐嘶喊：“你就该去死！你根本没资格活着！”上辈子他在我的墓碑前扮演着一个痛惜孩子的母亲，如今揭开了虚伪的那层皮，露出了他歇斯底里的真面目。但我的情绪已经不会被他左右。谢宇等在监狱门口，我提醒他：你如果想探望陆青林，大概要再等一阵子，他现在心情恐怕很糟糕。谢宇应下来，这段时间他应该是最累的那个人。养了自己15年的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，从豪门少爷跌落凡尘，这样的心理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的。但谢宇从谢家搬了出来，主动给谢薇打了欠条，承诺将来会归还这些年谢家教养他的费用。养母那边他暂时没有相认，他身体不好，这么大的事可能一时间接受不了，慢慢来吧。谢宇的笑容里没有一丝阴霾，哪怕这个新年他是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度过的，我不后悔自己做的决定，但依旧对谢宇抱有歉疚。他却反过来安慰我，其实我没那么脆弱，也没你想象的那么伤心。他眸光微垂。其实我早就猜测自己不是谢家的孩子，我以为我是他们领养的，没想到竟然真并比我的猜测还要离谱。我昨天去了趟周元老家，他的骨灰已经被亲戚带回去迁入坟地。那他妈妈呢？谢宇摇摇头，他还坐在门口，现在总是看向祖坟的方向。或许已经知道了吧，只是没有一个慈母愿意相信孩子离世的噩耗。谢烨，要不要来家里吃馄饨？妈妈研究了麻辣小龙虾味新口味。好，不过我要先把试卷写完，下次考试我一定能拿第2。那我只能勉强继续当第1喽。雨过天晴，不远处有彩虹，我想我也迎来了黎明。谢燕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那封亲子鉴定，方圆圆竟然是他同父同母的妹妹，并不是母亲和别人的孩子。他难以压抑内心的激动，追问父亲怎么还不把妹妹接回来。谢薇说他不愿意回来。谢燕觉得难以理解，为什么不愿意回来？是觉得以前我对她不好吗？可是那时候我又不知道她是我的妹妹啊。谢燕从小就想要一个妹妹，香香软软，跟在他身后甜甜喊他哥哥的妹妹。小时候的方圆圆也的确满足了他对妹妹的期望，可是母亲告诉他，方圆圆是佣人的女儿，心机深沉。在母亲的误导下，他越来越讨厌方圆圆。谢燕开始后悔，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圆圆是自己的亲妹妹？但现在也不迟，等他接妹妹回来，一定会好好补偿，加倍疼爱妹妹的。他愿意把自己拥有的所有都和妹妹共享，但是方圆圆不愿回来。谢燕去找了很多回，终于见到了妹妹，正在和养母一起包馄饨。她笑着喊在一旁的谢宇：“笨蛋哥哥，快来擀馄饨皮！”谢燕握紧了拳头，心里酸得很。她想，明明我才是你哥哥。她一时冲动跑过去以后，方圆圆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，冷冷地问她来干什么，和对谢宇截然相反对态度。谢燕觉得委屈，我来看我妹妹还不行吗？方圆圆头都懒得抬。我记得我和你说过。说过什么？谢燕终于想了起来，脸色惨白一片。方圆圆说她不配当她的哥哥。方圆圆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谢燕气得要命。我承认以前你是受了委屈，但那时候我又不知道你是我亲妹妹。再说了，我也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吧？他吭哧吭哧说完，方圆圆依旧冷漠，甚至不拿正眼瞧他。谢燕觉得没面子，气得拔腿就走。他放狠话说再也不会来找他，可还是忍不住总偷偷去看方圆圆。直到他被保送大学，谢燕不用偷偷去看了，因为方圆圆确实很优秀，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学校论坛上，有人在大学表白墙上向他表白，方圆圆没回应。谢燕倒是把那些人调查得一清二楚，然后狠狠啐了一口：“什么糟心玩意儿，也敢肖像我谢燕的妹妹！”后来谢燕从谢薇手里接管了公司，她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公司在她手上没破产已经是万幸。40岁那年，她得了病，去首都做手术，秘书查询了很多资料，告诉她方医生最擅长此类手术。方医生，方圆圆。方医生虽然是个青年女医生，但医术了得，您最好还是……谢燕打断秘书的话，让他安排。手术前，方圆圆来病房看过她，她身形清瘦，戴着无框眼镜，镜片下的双眸清冷沉静，没有任何寒暄。他翻看完病历，问：“手术我主刀，有意见的话，现在还可以换医生。”不用换，我自己的妹妹我还不放心吗？方圆圆瞥了他一眼，没搭理。之后的手术的确很成功，只不过方圆圆没再来看过他。出院后，谢燕在首都多停留了1个多月，她打算和方圆圆好好谈谈，毕竟是亲兄妹。
没必要为了陈年旧事老死不相往来吧。这大概是他的执念，总想听方圆圆再喊他一声谢燕哥哥。小时候他倒是总喊，可他那时候不珍惜，连续1个多月谢燕都没见到方圆圆。听说他很忙，忙着手术，忙着接诊，偶尔还要去外地参加学科会诊。他真的是很优秀的医生。听闻他从外地回医院那天，谢燕买了一大堆东西，打算去他的科室，兄妹俩重修就好。车子在路上开了1个多小时，谢燕做了一场梦，梦境熟悉又陌生。在方圆圆上高中时，穿着简朴的她坐在走廊哭泣。在方圆圆上高中时，穿着简朴的她坐在走廊哭泣。40岁的谢燕在梦中看到少年时的自己就站在一旁，方圆圆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哀求他：“谢燕哥哥，救我！”少年时的自己是怎么做的呢？谢燕看见自己走到方圆圆身边，拍了拍她的脸，残酷的笑：“装什么？好好享受呗，别他妈喊我哥，我嫌恶心。”从梦境中醒来，谢燕淋漓大汗。司机说：“谢总，到医院了，东西我们帮你一起送进去。”谢燕恍惚了一下，很久以后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不用了，让人送一面锦旗去吧。送我回公司吧。”谢燕清楚梦境是假的，但更清楚他的确是梦境里那个烂到不能再烂的人。妹妹也是梦到了这些，所以不肯原谅他吗？谢燕不知道，但她想，也许从多年前他袖手旁观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失去了妹妹。回公司后让律师来一趟，我要修改遗嘱。助理诧异：“是打算赠与方小姐的那部分有问题吗？”谢燕这辈子没成家没孩子，本来的打算是除了资助一些贫困儿童，剩下的财产全部留给妹妹。可现在再拨一半出来吧，建一个反校园恶灵基金会，一半是赎罪，另一半是赔罪。